找对象有时候会不会纠结呢？肯定会有的嘛。前几天我这里来了一个95年的小姐姐哈，被2个男生呢同时追求，但是她呢不知道该怎么选择呢会更好一点，她很纠结。她是本科学历哈，身高呢1.65米，长相呢也算得上好看的。她现在在一家国企里边工作，家呢是外地的，父母呢在北京郊区给她买了一个小房子，有一辆20来万的代步车。她是国庆前就来找我了，当时我给她分别介绍了2个男生，其中一个男生呢是91年的北京人，家里呢有好几套房子，男孩1.82米的身高，独生子，长相呢也很有爷们样哈，硕士学历，在外企工作，做软件开发的，年收入呢也有大几十万。另外一个男生呢是外地的，90年的，家境呢跟他差不多，在北京也买了房，但是有少量的贷款。这个男生也长得高高大大的，1.80米左右，博士学历，在一家研究院工作，收入没有前面那位男士的高，但是呢工作很稳定，业余还有一些项目合作，还会有一些额外的收入。这么看起来很明显哈，这个外地男孩呢没有那个北京男孩更有优势。站在女生的角度呢，这2个男生都对自己有意思，那么他应该怎么选择呢？可能谁都觉得他应该选择那个北京的，但是经过我的分析哈，我还是建议他选择那个外地的男生。大家知道为什么吗？现在婚恋市场有一个特别奇怪的现象啊，男生不管多优秀都会有被嫌弃的时候，而女生不管她长啥样啊，她都挺自信的。真的我不知道该说什么好。现在啊，有的小姑娘好像对钱和财富是没有概念的，对于自己的颜值和条件那都是超级的自信。最近我这来了个95年的女孩啊，张口就要找资产过亿的。那我给她看了一位91年北京男生的资料啊，人家呢是自己在开公司，家里的资产过亿，国外留学回来的，还蛮优秀的啊。这么好的条件，他居然还是嫌弃这个男生。只不过是家庭资产过亿而已，都不是靠自己打拼出来的。然后人家说了我那个只找85年以下资产过亿的啊，那必须是没有靠家里边，而是靠自己白手起家起来的那种啊。真的是太让人下头了。我当时就问他，姑娘，你是对财富积累没有什么概念吧？你知道你说的这个数字需要多少年的积累才能有吗？你知不知道这甚至是需要好几代人积累下来才会有的吗？就算中彩票也得中好几十次了吧。天下能有几个人30多岁就资产过亿了，还必须自己白手起家的。我心里想就算真的有这样的人还能轮到你呀？那你是刘亦菲还是范冰冰啊？你家里有没有镜子？能不能每天出门前好好照照，看看自己长啥样？你不就是学历高点吗？家境平平，长相平平，没房子没车没存款，就这都能把你自信成这样。你说他读了这么多的书，学历还挺高的，怎么脑子里认知这么低呢？就他这长相根本不可能找个资产过亿的，他找个年薪100万的可能都很悬，都不知道咋想的。我就跟他说我这里有这样的人，可能呢人家也不会选择你的。这个时候我说话也就不忌讳了我就跟他讲我说你学历还行，可是呢短板太多了你长相不行，家境也不行，我这里可能真帮不了你你去别处看看吧结果呢他又调转话锋嘛，那我要不然考虑一下年龄比我大一些的大叔吧。我真的很无语这不还是换汤不换药吗？大叔你就搞得定啦，大叔身边更是美女如云，好像人家有钱大叔吧就没有见过年轻女人似的。那除非有一天这个大叔脑子给摔坏了，或者呢他看美女看腻了，就想找个丑的搁家里边慢慢欣赏。那你们觉得会有那天吗？是不是在婚恋市场女生的高学历高收入真的不一定是优势年轻貌美高颜值才是绝对优势。你不信可以来试试今天上午我们给一个88年的女士匹配到一个82年的男士，这位男士果断拒绝了她。那我就很好奇我就问男士，我说你看这个女生对于你的年龄来讲的话还是算年轻的，而且她的学历还挺高硕士毕业的。男士说，那我找老婆并不想找个学历特别高的呀，跟我差不多本科就行了比我低了也行我不太在意这个事儿的。我说那你看人家也有房子有车，收入也有40多万了，跟你的条件是很匹配你们可以少奋斗好多年了呀。男士说，他的房子车子包括他的钱都不可能给我用的，如果结婚了还不是住我的房子开我的车用我的钱吗？他的东西都是他个人的，我的东西要跟他一起共享的。女人给男人花钱那不就叫倒贴了吗男人给女人花钱那不就叫天经地义的事吗？所以他的房子车子和票子跟我实际上没有任何的关系的，所以呢我不会看这些东西的。
再说了，他这个岁数啊，大龄产妇了，生孩子都困难，绝对不考虑了。然后我就问他，那你想找个什么样的呀？他说啊，我还是希望对方啊是90后吧，当然呢，年纪越小越好啊，我不拒绝啊，只要人家不嫌弃我，本科学历就行了。如果长得好看呀，那大专学历我也可以。然后呢，我就试着给他推荐了几个90后的女孩，他呀挑中了一个95年的女孩啊，长相漂亮，甜美可爱，本科学历。于是呢，我就拨通了这个姑娘的电话啊，跟这个女孩沟通了一下这个男士的基本情况。那这个95年的女孩呢，一口就拒绝了他，说不合适啊。那我就问她怎么了，为什么不合适啊？女孩说啊，她都40岁了啊，一年才挣50万，在北京只有一套房子，开个普通的车，长得也不精神啊，还有啤酒肚那么油腻，就这样的条件，我身边都不知道有多少呢，一抓一大把的。找这样的我还需要介绍吗？我前几任男朋友都很优秀的啊，不是创一代就是富二代，我怎么可能看上他呀？想想啊，可不就是嘛，人家又年轻又漂亮，学历也不差，怎么能看上你一个40多岁的男人呢？除非啊你贼有钱啊，他可能会考虑一下。如果没有这点优势，那他找你图你啥呀？总不能图你丑，图你老，图你不洗澡吧？是不是脑子撞坏了呀？于是呢，我就问小姑娘啊，我说那你想找个什么样的呀？啊，人家说我想找个35岁以下的啊，年薪100万以上，在北京啊有2套住房以上的男士，最好学历比我高，长相呢喜欢高高瘦瘦的那种，最好呢情商高，聪明善良的，或者年纪大一些，成功人士也可以。啊，咱们来看看啊，你看绕来绕去啊，都是配不上的人。你们说说，现在的单身能不多吗？如果相亲啊遇到这样的女生啊，可能真的是你再有修养啊，你都忍不住啊想怼她几句，真的。前不久呢，我安排了一个女生见一位很优秀的男士。话说这个女孩长相啊真的是还蛮漂亮的啊。那目前呢，她在读研，普普通通的家庭出身啊，26岁。这位男士呢是自己在开公司的，收入呢非常可观。那这个年龄稍微大了一点点啊，35岁了。两个人呢约在一个餐厅里啊，男士呢非常有礼节啊，让女士啊自己点菜。这个姑娘呢看着菜单点了7、8样菜啊，全部都是这个饭店里最贵的。总之啊，这顿饭最后呢吃了2000多。席间呢，这个女生就各种啊打听男士的资产情况，问他住在哪儿啊，住在什么小区啊，在北京有多少套房产呀，啊开的是什么品牌的车啊，公司一年能赚多少钱啊，银行大概多少存款啊。说实话，一个事业做到这么成功的人啊，跟这种蠢丫头相亲，我感觉真的是啊在浪费时间呀，哎，都给我丢脸。可笑的事情是呢，哎，当这个男士啊说自己的全部资产加到一起可能有一个小目标这么多啊，那这个女孩呢竟然非常平静的说了几个字，还可以吧，脸上还露出了一个不屑的表情。这个回复让这位男士感到很惊讶哦。啊，他就说啊，那既然你都这么直白了，那我也问你几个问题好吗？男士说，你现在还在读研对吧？那你之后呢，工作方面你是怎么打算的呢？女孩说，我不打算工作，我要先找一个对我好的老公，我就不打算工作了，就在家里边相夫教子。男士又问他啊，那你之前谈过几段恋爱呢？啊，他说，不瞒你说啊，大学的时候就有很多男生在追求我，谈过3段啊，都超过了1年以上的啊。问他为什么没有成，他说呀，嗨，我不过就是遇到了一些普信男嘛，要么就是渣男，所以啊，我现在不想把时间浪费在这种男人身上了，我就想呢找一个踏实过好日子的人。然后男士又问，那你家里边是什么情况呢？他说啊，我的父母就是普通的职工啊，我有个弟弟还在念大学。最后啊，问他，那你自己有什么样的优势呢？他真的啊，就是那句话，我年轻漂亮啊。其实说到这儿啊，这个男士已经对他超级下头了，其实啊，心已经凉凉了。但是人家出于礼貌呢，还是把这个饭啊吃完了啊，单也买了，然后两个人呢还在商场里边啊溜达了一会儿。结果这姑娘啊，这个时候按耐不住内心的狂喜啊，在一个品牌包店逛了很长时间就不出来。这个男士明白她的意图，但是怎么可能给她买什么东西呢？人家完全没看上她。结果啊，他看这个男士啊没有给他买东西的打算，就直接开口要了，说你看咱俩出来相亲，你不打算给我送点小礼物吗？男士这个时候实在是忍无可忍了啊，终于说了一句，你觉得我是看上你了啊？你可真是很自信啊，喜欢你就自己买呗啊。说完人家就走了啊，把他一个人扔那儿了，是不是很尴尬？哎，现在这样的女生实在是太多了啊。你就说说啊，普普通通的你，哎，没有什么背景，家境也一般啊，自己呢1分钱不挣啊，有几分姿色，你就想等着一个有钱人来娶你啊，来养着你啊？哎呀，你有让人家看得上你的点吗？啊，你凭什么呢？你有什么利他的属性吗？
你真的认为单靠颜值你就觉得自己配得上有钱人？说难听一点啊，你这就是癞蛤蟆想吃天鹅肉啊，有点异想天开了，明白吗？我就告诉你为什么啊，你想嫁给有钱人啊，让你温柔主动套近乎，你说你拉不下来这个脸，让你去舔大哥，哎，给点情绪价值，你一副端着的样子，让你上得厅堂下得厨房，你说我什么也不会干啊，让你学学亲密关系怎么去照顾对方，哎，你理直气壮地说那应该是男人做的事情啊，让你每天坚持看2个小时的书，提升一下自己的文化素养，哎，你说太麻烦了，让你学习提升自己眼界，提高情商，做个聪明的女人吧，哎，你说我只想做我自己啊，我不想为任何人去改变，你还想嫁个有钱人，你凭什么嘛啊？就算我给你介绍多少个身价很高的男人，你跟人家聊10分钟，你都不知道跟人家聊点什么啊？你能够吸引得住这样的男人吗？你还想让他喜欢你？就你脑袋里边那点东西啊，能够让对方多看你一眼吗？啊，我认真的告诉你啊，有钱的男人不单单是只看你的脸的，你没有对等可取的价值是不会喜欢上你的，你懂不懂啊？最近有一个大龄剩女啊，来我的许愿池了啊，许了个愿，说等我交了一个男朋友的话，我不跟他要房子要车子了，我的房子写他的名字都可以，车子呢我也可以给他开，每个月我赚的钱全部都给他，他想怎么花就怎么花，我也不要求他做家务，节日也不用给我买礼物，我给他买，他不高兴了我哄他开心，如果结婚的话我出嫁妆，他不用给我彩礼，婚礼的费用呢全部都由我来出，3金啥的他都不用操心的，婚后我们要是有了孩子那得跟他姓，孩子呢也不用他带，我自己来，总之我负责赚钱养家，他呢可以负责英俊潇洒就行了，而且呢我还要做好家务，给他洗衣服做饭端茶倒水，他要是困了累了我再给他捶个背洗个脚泡个热水澡什么的，男人嘛天生就是应该来享福的，要不他娶我是为了什么呢？不仅如此啊，我还要把他的父母啊当我自己的亲生父母一样去伺候，做一个孝顺的儿媳妇，你说这样的我好不好啊？哎，就是不知道哪个男人会有这样的福气能娶到我呢？你们看看啊，这个许愿许的是不是很梦幻？如果我没有猜错的话啊，现在呀很多大城市里面有很多的大龄剩女，其实她们是很焦虑的。有人说啊，我们天天在吐槽女生制造焦虑，其实你们自己不觉得这些焦虑是你们自己给自己造成的吗？我们怎么就不吐槽男生呢？因为就从找对象这一项来说啊，从条件要求来讲，男生真的没有你们女生要求那么多啊。人家男生最多就要求一个年龄和长相，性格好一点就行了。条件好点的男生顶多加上一个学历好，其他的人家都没有什么要求了，我们还能说人家啥呀？我们还吐槽人家什么呀？而女生的要求可不是这么简单啊！你们那个条件要求恨不得都要写成小作文了，什么长相了、颜值了、身高了、学历了、人品了、工作收入了、家境了、房子了、车子了，谈恋爱男生得主动了，得付出了，要买礼物要表心了，要转账要现金了，结婚要彩礼要3金了，男朋友就得像个舔狗一样，否则啊你就不配我。年轻的时候啊，你们不就是这么作的吗？把一些很好的男生都给作没了，等到快30岁了来相亲了，就不打算要爱情了，得找个有钱的人接盘。说实话，你把人家有钱人当傻子呀。然后呢，等你过了33岁，真正进入大龄剩女的行列之后，你还能挑什么样的男人呢？这个时候啊，我说实话，你可能连那会儿看不上的男人啊，你都不一定找得到了。你要是过了35岁啊，那真的是啊，已经走在了齐天大圣的路上了。为什么？因为你可能遇到的更多的是取经路上的妖魔鬼怪了，那可能没有几个是正常的啊，你懂吗？好看的皮囊和有趣的灵魂，哪个更重要呢？这个问题问得真好啊！对于那些想嫁给优质男人的女人来讲，你有没有想过，你为什么总是被抛弃呢？你为什么会败给一个长相不如你的女人呢？你可能看到有些有钱人的老婆，你都会怀疑人生，怎么那么普通的女人居然能嫁入豪门啊？她凭什么？我今天啊，就来给你们揭晓秘底。做了这么多年婚恋啊，接触过很多层次很高、认知很高的优质男士。曾经有一位公司总裁跟我聊过他的心路历程。
他说呢，以前他往往会被一个女孩的外表所吸引，产生强烈的好感，但是呢，每当他跟他们交往4、5个月之后呢，他就开始没有兴趣了，因为这个过程当中他会发现很多的问题啊，比如说他会觉得一个人对金钱的认知高低啊很重要。他遇到过的女人啊，大部分啊都是消费水平很高的，当然他也明白啊，美是需要用金钱来堆砌的，那这个呢无可厚非，生活呢也是需要用金钱来优化和提升的。但是对于各种奢侈品极度需求的女人，对于奢华生活有极度追求的女人，对于金钱的价值啊，她们的认知就是很简单的，这个钱就是要花出去的啊，就是要供自己满足和享乐的。金钱的价值啊，在他们的眼里好像仅仅就是为了满足物欲而已。大部分这类女人呢，都是冲着男人的钱来的。另外呢，就是在沟通方面的问题啊，他们之间只能是停留在很浅层的一些沟通上的，很少有话题能够深入的聊啊。那对方可能完全不懂啊，或者是对他所说的话题完全不感兴趣啊，很难跟他做到深度沟通的，因为他的内核太小啊，甚至一些高级的快乐，对方是完全感受不到的。所以呢，他感觉这类女人呐，完全无法进入精神层面的，他们的人生终极追求就是更有地位、更有钱。说实话，这样的女人真的是很无趣的，所以呢，她很快就会觉得索然无味了，那张脸也很快啊就看厌了。所以这一路走来，对于美貌再也没有那么苛求了。现在她就需要找一个能在精神层面沟通的伴侣啊，两个人呢能够说到一起，有共同话题。之所以希望对方的家境或者个人的经济情况呢相对门当户对一点，那是因为家境好、经济条件好的女生，她对于物质的需求啊反而没有那么过度，甚至呢会懂得感恩和回馈，这样的婚姻更稳固一些啊，也更有趣一些啊。那我就问他了，那如果有一个长相比较丑，甚至长相一般嘛啊，那跟你又比较谈得来，家境学历各方面啊都满足你的要求的女人，你会娶她吗？结果啊他说啊，那长得丑的还是不能接受的啊。我当时我就笑了，我说那我就总结一下啊，那也就是说啊，没有漂亮的皮囊，就连接触的机会都不可能有的啊，只有漂亮的皮囊啊，加上了一个有趣的灵魂，才可能长久的，对吗？结果最后他还补充了一句啊，如果这两者啊要我做出一个让步的话，那我宁愿皮囊没那么美，但是啊，我也希望对方有个有趣的灵魂。这个就是很多啊空有一张脸就想上位的女人，你为什么总是被有钱人短择的原因了，明白了吗？相亲对象一上来就问你房子、车子和收入，你们觉得对这样的女生你会有好感吗？最近有一个自认为条件很优越的女孩，连续相了4位优秀男生，每个男生反馈回来的信息啊都令我很无语。第一个呢是北京本地的男生，见完面之后啊反馈跟我说，这个女孩第2次出去吃饭啊，就问男生家里到底有几套房产，刨根问底儿，多少平米啊，在什么位置啊，都在谁的名下。然后饭局结束的时候，估计呢是觉得这个男生条件挺好的，就问男生说，你觉得谈多久可以确定恋爱关系呢？妈呀，男生直接被问懵了啊。然后呢，这个男生就问我，现在的女生啊都这么主动了吗？我们才吃了1顿饭就能知道什么时候能确定关系吗？着实在他意料之外。那第2个男生呢，家境也很好，暂时在北京还没有买房，但是人家的实力啊，北京买房随时可以。这个女孩第1次吃饭的时候啊，就问这个男生啊，以后打算在什么地方买房，自己觉得呢还是要在北京买个学区房，自己家里呢在北京已经买了房了。男士一问啊，是个几十平米的小房子，而且呢在郊区，但是这个女孩呢就好像摆出了一副你连个房子都没有这样的一个架势。她的这种态度让这个男生觉得这个女孩真的是太肤浅了啊，很无语。第3个男生呢是自己做生意的，前几年呢生意好的时候，1年能挣几百万。最近呢1年因为转战线上嘛，收入就稍微的有点下降了，目前呢估计也就100多万。这个女孩呢也是啊，跟人家问了个底儿调，把人家近5年的全部年收入啊都问了个遍。然后呢她还看不起这个男孩现在的收入，嫌太少了。我就不明白了，做生意的有那么稳吗？哪年低一点哪年高一点，那不很正常吗？甚至什么时候亏了倒闭了都不好说。你们说他是不是连最基本的常识都没有？还一心要找一个做生意的啊有钱人，一副只想共享繁华不能共担风险的嘴脸。说实话，红娘老师我呀发自内心瞧不起他。
第4位男生的反馈更有意思啊，这位呢也是自己做生意的，年入很高，我就不说具体了，人家呢基本都财富自由了。这个女孩啊真的是很无脑啊，问人家有没有固定的办公地点，问人家为什么不在北京买房子。实际这位男士在国内有很多处别墅和房产啊，还有写字楼，北京只不过呢暂时没有买而已。一套房子在他的眼里，那这不是小意思吗？但是这个女孩啊，就只盯着人家的问题看啊，不看人家的综合实力。说句实话，这几个男生没有一个配不上她的。我估计啊，她相那一大圈也不会有什么结果的。可是你们知道吗？后来我问她为什么总是盯着这些东西问，会很影响别人对自己的印象的。这个毕竟是相亲，结果她还反问我，说都出来相亲了，不应该直白一点吗？问这些问题问清楚点不应该吗？我说你知不知道你问男生这些问题就等于男生问你跟几个男人睡过觉打过几次胎是一样的道理，你舒服吗？你们说对不对？有的大龄剩女是真的不能找的，你就根本就搞不了人家啊。有的人问我到底多大算大龄剩女啊？我以大城市为例来讲啊，35岁以后的未婚女人呢就应该叫大龄剩女了。为什么你搞不了人家呢？以我10多年的工作经验来讲啊，我对他们的了解，大部分大龄剩女啊，多多少少都会有以下这些问题。最后一点真的很扎心。首先啊，他们在自我认知方面啊，都是有一些脱离现实的。基本上啊，80%啊，都是属于高学历、高收入的人群。这一点咱不得不承认，人家在工作方面的能力那绝对是很优秀的。在单位里啊，独当一面，老板夸，同事赞，自己开个公司比男人挣的还多。但是他们往往啊会以自身的工作优势呢来评判自己在择偶方面的优势。女人的慕强心理在他们的身上可以说体现得非常的明显。他们认为你若优秀，蝴蝶自来，所以你如果不是一个比他更强的男人，根本你就吸引不了他。你不是人家的蝴蝶，就别往上凑了，好吗？如果让他勉强的去接受一个比自己差的男人，他们会觉得，那我宁愿高质量的等待啊，我也不想将就一个低质量的男人的。所以呢，就这一个想法，基本上他就 pass 了大部分的男人，对吗？人家就是有那个勇气要去跟那些20多岁的姑娘啊抢那5%的优质男人。你有什么办法？咱们是改变不了他的想法的。其次呢，还有一部分大龄剩女啊，是被多年的毒鸡汤给灌的，脑子里装满了错误的思维，对男人的要求啊高到了极点。人家不管多大岁数了啊，都是公主式的谈恋爱。男人你就得宠着我，你就得惯着我，你得让着我，约会必须车接车送，所有的开销都得男人买单，节假日男人你得有计划，得有付出，提供精神和物质的双重满足，送礼物搞惊喜，情绪价值得拉满了。他自己可能什么也不会为你做，因为他觉得那样做会掉价的。你要是说他，咱能不能别那么幼稚了，成熟一点行不行？正常一点行不行？咱是奔着结婚去的，能不能不玩那些虚的东西？能不能像一个像模像样的过日子的媳妇儿啊？可是啊，这个时候人家就会觉得，哎，你这个人太没情趣了啊，进行不下去都是你的问题。他们基本上不会从自己身上找问题的。很多大龄剩女啊，会跟我们说啊，不想找一个大龄未婚男人，因为他们担心对方生理或者心理上有问题，宁愿找个离婚的都行。所以你们来看看他们看问题的角度啊，真的是比较奇葩的。他觉得别人大龄单身一定是有问题的，而自己大龄单身啊，一定是有客观原因的。那我们来说最后这一点啊，真的很扎心，也很可怕。就是大部分的大龄剩女啊，几乎已经不相信爱情了，因为他们的感情经历一般来讲都会比较丰富的，很多人都会有同居史啊、怀孕史，被渣男玩过，被有妇之夫伤过，当过备胎，做过小三儿。他们终于累了倦了，他们想歇下来稳定下来了。这个时候你很有可能就是那个不会被爱上的大冤种接盘侠。关键的问题是他们的生育价值啊也已经降低了啊。这个时候啊，你还是要好好想一想，你还要不要传宗接代啊？所以呢，你想明白了再做决定，好吧？双方都带孩子能重组家庭吗？我的个妈呀，问这个问题的你有没有带脑子啊？重组家庭得到幸福的几率非常的低。我在这儿啊说点内幕，先搞清楚啊，重组家庭那是指2个家庭的重组，而不是2个离异单身男女的简单组合。如果你们各自都带个娃，那你是后妈，
他是后爸，特别是带2个男孩的，那女人你从此就得伺候3个爷啊，生活变得像渡劫一样，明白吗？别被那些小视频演绎的和谐给成功忽悠了啊！你信不信你儿子会觉得你眼瞎？怎么你看上了他？他儿子会觉得你破坏了他的家。这个男人是他老爸，怎么能成天跟你幸福恩爱？他会想他的老妈。这老男人会合计，你儿子天天吃他喝他，也不叫他爸，付出都是打水漂，何必那么上心替别人养娃？这女人也得合计，为啥你挣的钱都给你的儿子花？那我得联系孩他爸，再多给点补贴，不能让孩子受了委屈。男人也得联系孩他妈，多给孩子点母爱吧。别人的爱呀，始终不如亲生的。这个时候，女人你所有的付出和努力啊，都是白搭。可能你还得带着孩子呀，寻找下一家。这个就是大实话。这也就是重组家庭的命运啊！你们所有的家庭矛盾啊，几乎都来自孩子和钱。你们真的逃不了各怀心思、同床异梦的。想找到和谐和幸福，恐怕比登天都难。你想象中的美好，都会被现实彻底打得碎碎的。没有几个人能真正的战胜人性，活在道德的制高点上，把重组家庭过得活色生香的，太难了。那得需要很高的智慧的。只有一个好办法，就是女人你要想明白，选择重组，你就要更加的独立，内心要更加有力量。不管你是在精神上的还是在经济上的，对对方所有的依赖都会让你更加的艰难。而男人选择重组呢，你就得放弃那些小肚鸡肠的算计和不尊重，否则你估计也只能继续带着孩子自己过。所以重组要谨慎，选择要明智，你们说对吗？最近有女生问我说男人年龄一大把了还没有结婚，会不会是哪儿有问题啊？所以呢，相亲对象是不是最好是远离那些大龄剩男呢？其实我觉得问这句话的女人，你说对了，他们确实有问题。相亲一定要避开大龄剩男的，因为你可能从他那里占不到任何的便宜。你们加了微信聊天，你要是回复的慢，经常发表情包，他会直接当你是慢热，不会给你做备胎的，然后直接就拉黑你了。你给他发的照片最好别 P 得太狠了否则见面跟本人对不上号可能他连饭店都不会去，顶多公园溜一圈，一杯奶茶都不会买。如果本人跟照片差不多那才会去请你吃饭呀、喝咖啡呀。达不到的话，可能就各回各家了。你可别怨他让你白跑了一趟谁让你发这种 P 得太过的照片骗他呢？你发真实的照片不就不会白跑了吗？还有约会你千万别迟到太久了，迟到20分钟以上可能等你到了地方，人家已经走了。你问他上哪儿去了，可能你会发现他已经把你拉黑了。吃饭的时候别长时间的低头玩你的手机，不然他可能会立马走人的。走之前还会逼着你跟他 AA 吃饭的时候自己想吃啥呢？别满口随便了那他估计就是真的会随便的，你可别受不了。约会呢，就是吃饭、看电影、压马路老三样。你要是嫌没意思可以不来，他也没那个功夫天天给你搞浪漫搞惊喜嫌麻烦。最多几次见面，他可能觉得就可以表白了。那表白的时候呢，他也没有花，也没有礼物也没有什么仪式的。要么你就答应，要么你就拒绝。那你要是回答他处处再看吧，他可能就不打算再跟你处了，还是下一个他给你花的钱可能他得给你算算因为他有钱，他可以拿去健身护肤旅游买衣服、买房、买车他可能会给你展示他的财务情况，但是呢，他的钱给你看看的不会给你花，更不会让你分的，除非你愿意做他的女朋友了他呢可能才会心甘情愿的给自己的女人花钱的。谈恋爱的时候你想要啥就开口说，别让他猜来猜去的，心太累了。如果你们没有走到最后，他可能会全额要回给你买礼物的钱。你可不要骂他小气没格局，他觉得凭什么要给别人的女人花钱？天底下没有那么多好事儿。还有你别用分手威胁他、试探他说过2次分手他可能就会真的跟你分的。别要求他给你手机密码，那还不要了他的命这就是大龄剩男为什么他们会变成这样子？从一个白月光的男人变成了今天这种苍蝇屎，还不就是被女人给调教出来的吗？
你们说是不是？都说当下的男人清醒了啊，那人家是怎么清醒的呢？当女人们还在利用那句毒鸡汤，幻想着男人能大把给自己花钱来表达爱意的时候，而男人们却已经清醒了。纵观现实社会，还有几个男人愿意做那个大冤种呢？就最近刚刚发生的事情啊，女孩呢长得很漂亮啊，体制内工作，在北京一个月挣1万多，家境呢比较一般。她跟一位优质男士相亲成功了，两人呢接触了1个月左右。这个姑娘啊，昨天跟我来诉苦啊，说男士本来说好了，他们两个一起去西藏自驾游，结果呢机票都订好了啊，男士最后突然一下就不跟她联系了，行程也取消了。但是看男士的朋友圈呢，男士好像跟别人去了西藏。女孩被弄得莫名其妙啊，就过来问我说这个男的是不是在跟别的女人接触，太渣了，她觉得自己特别委屈。于是呢，今天我就跟这个男士通了一个电话，结果呢被搞得一头雾水的女孩啊，完全不知道原来这样的结局就是她自己一手造成的。她不但不从自己身上找问题，还怀疑这个男人的人品有问题。人家认识他1个月了，可是连手都没碰过他，非常非常的有礼节啊，对他非常尊重的。我们来看一看这个女孩到底是怎么把一手好牌给打烂的。原来啊是这样的，刚开始的时候呢，男士约她出去吃饭呢，都让她选饭店，结果她每次挑选的饭店都是消费在3000元以上的地方，一顿饭啊要吃掉别人1个月的工资了。这个月哈，正好还遇到一个节日，男士就问她要什么礼物，她选了一个17万的包包，男士呢也给她买了啊。这一次去西藏的行程呢，会路过无人区有几个地方需要住宿的，于是男士就让她来挑几个酒店。这个姑娘啊，真正没头没脑啊，她订了好几个酒店啊，都是一晚上7、8千的。这一回啊，真正是惹恼了那位男士啊，立马就取消了他的机票和行程，也不再联系他了。男士跟我说，首先他自己的工作1个月就挣1万，能有这样的消费水平吗？怎么到我这儿，我的钱就不是钱了呢？就这么挥霍吗？这个钱不是我花不起，而是我不值得为这样的女人去花的。一个不疼惜自己钱的女人啊，也不可能是一个好妻子，也不可能是一个爱自己的女人的。另外好几次啊，这个男士都无意中发现这个女孩跟别人聊天，甚至背着她跟别人去约会，这一点啊他很接受不了。虽然说他们两个还没有确定关系，但是啊已经在紧密的接触了，那这个已经是在确定关系的路上了，为什么这个女生就不能专一一点呢？最后他还说了一点啊，其实啊这个还蛮重要的。他说其实这一次去西藏啊订酒店这个事情啊，女孩并没有拒绝啊跟他住在一个房间里，也就是说呢，默许了会发生那件事情。他作为一个男人，他虽然愿意，但是对这个女孩呢，他却有些失望了。他最后说啊，现在完全不想考虑结婚的事情，说这几年啊遇到了好多女孩都是这个样子的啊，总是呢想造他的钱，而不是真正的懂得怎么样对待生活。他说现在的女人真的根本不值得娶。虽然他这句话说的太绝对了啊，但是纵观当下的社会，这样的事情啊确实还很多，有多少女孩还走在这条路上呢？不过说实话啊，我也要说句公道话，好女孩其实还是有的，只不过你没有遇到啊。如果还没有对象的话啊，来找我领一个好吗？大龄剩女们啊，都觉得自己在挑别人，殊不知呢，没有几个男人会挑中她的。为什么呢？因为他们总是自我安慰，忽略自己年龄大这个事实。前几天呢，我这里来了一个32岁的女人啊，自认为自己很优秀，学历高，收入高，家境也很好，这心气儿也整得很高啊。刚一坐下来就要求我们给她看资料，于是我们给她提供了10几个男士的资料。人家呢挑挑拣拣的啊，就跟进了菜市场差不多。这花钱买商品的心态简直体现得淋漓尽致啊。这个长得不够阳光，没有眼缘；那个学校不够好，怕沟通不在一个水平上；这个年纪太大了，可能呢会有代沟，还担心大龄未婚男人性格会有问题啊。那个呢又离婚了怕人品不好。那这个呢房子不够大担心以后生活呢不够舒适还是不想一起还房贷的。那个呢收入又不太高，说明他不够优秀，也不够上进的。就这么来来回回好几招至少他看了不下40个男士的资料，总算是从这些人当中挑出来几个他认为挺满意的男士。于是呢我这边就开始跟这几位男士沟通我推荐了这位女士的情况。你们猜怎么着第一位呢是一位38岁的成功男士，人家一上来就说看学历和履历呢，女士确实挺优秀的，但是他自己想找一个30岁以下的女孩，这个年龄的女人基本上人家不考虑了。这一位呢是因为年龄的原因把他给 pass 了第二位呢是一个36岁的外企高管，
看了这位女士的情况，人家说啊，这位女士确实挺优秀的，可是呢，工作啊肯定是很忙的，自己就是个大忙人，经常也要加班。那这2个人都很忙的话，谁来照顾家呀？还是算了吧啊。这位呢也没有选择他。第3位呢是一个国企的小领导啊，35岁了，家境啊很优渥啊，长得也很好。看了他的情况之后说，我看这位啊已经32岁了，且不说这个岁数啊，我可能要考虑考虑。就看他这个颜值啊，年轻的时候估计呢还凑合啊，现在看看真的是啊显老相了，年纪和长相啊都不太过关，我对他啊没什么兴趣。就这么着啊，选出来的人啊都没有一个选他的，他还觉得是自己在挑人家。这一下啊，他是真正啊被现实啪啪打脸了，尴尬极了啊。这时候他才跟我说了几句真话。这几年呀，他去过很多相亲平台，见过很多优秀男士啊，确实一直没有成。他一直就认为啊，肯定是缘分没到，相信啊这个数量一定会带来质量的，总有一天能遇到那个理想的男人。我当时就很震惊啊，一个人啊，你相亲相了这么多年啊，见过同一种类型的人都不下200人了，你都还相不成功，那你为什么还要按照这样一个标准继续相呢？我真的是不理解啊，这些女人，你自己给自己挖了一个大坑，知道吗？然后你还跳进去把自己给埋了，然后你还给自己立个碑啊，碑文说宁愿高质量的单身也不低质量的凑合。如果你们能懂得放下一点点的标准啊，也早就脱单了。这个就是你们自己定位不准确，知道吗？如果在这方面有问题的，可以啊来找我聊聊啊，好不好？你会娶一个从来没有做过婚检的女人吗？你敢不敢吃这个闭门羹呢？随着婚前第一彩礼概念的日益普及，现在00后呢都已经开始越来越重视婚前健康检查了。男生们不知道怎么看这个问题啊？其实男生啊并不排斥彩礼，但是啊婚前一定要做婚检的。今天我就来普及一下婚检报告当中的 GPA 这个指标，它到底表示什么？男生们一定要认真的对待这个事儿。GPA 当中的 G 呢代表着怀孕的次数， P 代表着分娩的次数， A 代表着流产的次数。只要你掌握了这个指标啊，就有可能全方位的了解你的女朋友她的一个健康情况了。如果你发现她有过多次流产经历的话，那你真的要三思而行。因为只有一个爱自己尊重自己的女孩才能够真正的对自己负责任，你们说呢？所以男生呢才会尊重她爱护她，那这样的生活才会幸福的。你觉得在结婚前进行婚检有没有这个必要呢？欢迎到我的评论区讨论一下好吗？这送出去的东西还有要回来的道理吗？现在这样的事情还真是越来越多了啊！特别是那些相亲认识的男男女女，恋爱推进不下去了，或者是分手了，男生就会想着办法把花出去的钱，或者是给女生买的贵重物品都要回来。这样做到底好不好呢？最近呢，有一位相亲谈了3个月的女生啊，觉得彼此不合适了，就跟男生提出来啊，不想接触了。结果呢，这个男生第2天就给他发来了一条信息，居然是3个月以来请女孩去那些高档餐厅吃饭花的钱，还有给女孩啊买名牌包包花的钱和520的转账，前前后后呢也有好几万了。男生说，既然你还不知道合不合适，干嘛要花我的钱买这买那呢？我又不是上辈子欠了你的，既然不合适，那花我的钱是不是也不太合适啊？所以哪天你方便了，把这些该还的还给我吧。结果搞得这个女生啊一晚上都没睡着觉，她觉得很恶心啊。就这么着，这女孩啊觉得委屈了，就跟我诉苦啊，说自己从来没有见过做人做事这么掉价的男人，送出去的东西还要往回要，就连分手都要恶心你一下。你知道吗？他送的东西又不是什么特别贵重的，一些千把块钱的化妆品，最贵的也就是一个1万多的包。我当时啊就给他转了2万块钱，然后呢立马就把他拉黑了。这种男人我永远也不想再联系，我连一点退路都不想给他留的。他说呀也挺感谢他这个举动的啊，还好分手了，要是以后结了婚还不知道他有多计较呢。这种日子谁想过呀？这种男人吧就是这么寒酸的，送礼物呢本身就应该是不求回报的表现，不是吗？都说分手见人品，我觉得呀最屌丝的行为就是这种送出去东西还要往回要的，真的是绝绝子，没有之一了。难怪啊他找不到女朋友，真的是活该。听到这儿啊，男生们是啥感觉呢？来，咱们到评论区聊聊这个话题吧。我真的是啊，一看到这样的姑娘我就头疼，只要她一开口问这样的问题，我就真的想怼她2句。
不是我总说女孩子们啊，你们自己看一看全网哪个红娘不是在说你们的问题啊？真的是啊，心里没点数是不是？一来相亲就要找条件好的，哎，人家嘴里的条件好可不是咱们一般人认为的那个有个房子有个车收入几十万就算条件好了啊，人家嘴里的条件好，那动不动就是要找个住别墅的，最不济呢也是住皇家花园那种高端社区的人，事业有成自己创业的大老板。有个女生还把北京的几十个高档小区列了个名单给我们啊，就得照着这里边的人找。你就说这女人慕强哈，我真的也能理解，但是你有美貌有智慧有个好性格还有个端正的人品，那我真的是啊欢天喜地的给你介绍。可是你不是啊，最可怕的就是这种对自己自我认知完全不清楚的女孩。这几项你到底占了哪样啊？长相一般没头脑，性格还作，整天想着怎么捞钱，这难道不是人品问题吗？就这还想找那些成功人士，就你脑子里那点东西你能 hold 得住人家吗？还有一位学历不错的女孩提出来的要求也是吓你一跳啊，男生必须是北京海淀西城这块的啊，必须是哈佛牛津毕业的，资产得过亿啊，真的是啊，痴人在说梦。你不会以为资产过亿的哈佛牛津男就不看你的长相，只看你的学历吧？口口声声要用自己的头脑挑战一把颜值，太可笑了，简直！人家是找伴侣，又不是要找个人天天头脑风暴。最可笑的还不是他啊，是一位事业小有成就的小姐姐，做梦都做到极致了。她居然把福布斯名单上的人搜罗了一遍啊，问我们能不能帮她介绍一个这里边的人。你们知不知道她这个脑回路是怎么长的呀？反正我不知道，都能想出这样的路数来啊，真的是绝了。在这里啊，广而告之一下啊，许愿去庙里，可别来我们这儿闹腾了，好吗？最后说一点啊，这些女孩子啊，就算真的大佬看上了她，她还得要求人家为她付出啊，又要得到人家的钱，还要人家装孙子得低头哄她，给她提供情绪价值。他们完全不明白，男人一旦在感情里投入了钱，他就想找到这个大爷的感觉。然后呢，你要是在这个时候能够捧着他，让着他，哄着他，他就会觉得，哎，我觉得我这个大爷就当得好爽，钱也花得值了，他才会愿意继续在这个关系里。情绪价值的付出是向上的，懂不懂啊？而往往这些女孩子最失败的地方，就是在感情里完全不懂得付出，只知道索取，既要又要还要，所以到最后她们什么都得不到。你们说是不是？